弟兄姐妹平安。你有没有觉得台湾人最喜欢争第一名？是不是半导体世界第一？然后新闻每天都在播，还有珍珠奶茶也是世界第一。那其中有一个呢，我们台湾人是亚洲第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离婚率。那这个呢，我们还赢过了日本和韩国。那第一名就是中国。这全部都是华人，这居然是第一和第二名呢。那它的频率是多高呢？大概每10分钟就有一对夫妻登出什么？登出户政系统，他们离婚了。那今天假如我的讲40分钟，代表有4对夫妻在外面准备要办手续了。过去的7年之痒那个叫做以前以前是7年之痒，现在大家都进步了，效率变高了。你猜猜看，现在几年之痒呢？7个月有可能有些人是7个月啦，平均5年，34%的人离婚了，而这些是离婚比例最高的族群。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谈谈婚姻这件事。为什么婚姻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人生2/3，如果你有结婚的话，你的2/3是跟婚姻绑在一起的。请念马可福音的第10章第1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马可福音第10章第1节有一个关键转折，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我把照常这2个字放大，这代表说耶稣是有一个很稳定的情绪，他可以做照常的事情，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他都可以去做他平常该做的事。你会不会因为压力就不去做你平常要做的事呢？今天心情不好，我就不开业了。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不去上班了。我有的时候遇到压力是会失常的，我觉得我自己不太能够照常。那特别是煮饭这件事，当我家里面只有我跟我先生在的时候，那我的煮饭呢，我老公就说你是米其林3星。他跟我说米其林3星，为什么我是3星呢？因为我们去吃过米其林1星，在槟城那个很便宜，100-200块你就吃到1星了。他就跟我说你做的比这个好吃，所以呢，他就把我封成米其林3星。而且呢，他常常说娶到你，这是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情。当他吃到好吃的时候。但是我们家如果有客人来的时候，这就不一样了，我就有小剧场发生了，我就开始患得患失，而且会发抖。我就想，这道菜够不够高级呀？然后要不然就说，这有没有艺术感摆盘够好吗？还有这个是不是煮得不够熟这会不会不够咸反正就是乱搞一通。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生了严重的后果，因为我想太多了，所以我煮出来的比我们楼下那个自助餐修打还西尊还要难吃。哇，这个叫做暗黑料理一来的时候马上砸掉了，我不是3星了，我没星，对不对？还是负评好像厨余一样。那我老公就给我5个字，叫做品质不稳定他就这样品质不稳定。那牧师就给我建议你今天想要当米其林3星是不是？你就要照常。什么叫照常？你就煮你平常会煮的就好了。你不要临时就要变大菜然后呢，你要严格按照食谱，你懂不懂？你有没有记下来食谱？然后你不要随便更改步骤。这时候拜托不要创意料理。他特别跟我讲，这就是米其林3星这是照常的力量。耶稣之所以能够照常，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他不会被环境影响啦，他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就做他平常要做的事。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耶稣受到试探的时候，他还能照常吗？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就穿越到2000年前来看看这个故事吧。前几章马可福音，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光，这是耶稣的老家所以这个是很温暖的。这里没有阶级，只有他的好兄弟在这边大家的关系就是家人然后也没有繁文缛节，真诚，只有真诚的互动，这是耶稣的舒适圈。我们就想象耶稣好像有一个服侍团队好了，耶稣就是团队的 CEO， 他开了一个新创公司。
大家可能穿拖鞋就可以上班了，是不是？然后老板请他吃双鱼汉堡。什么叫双鱼汉堡？大家记得吗？就是五饼二鱼吃到饱啦。老板请吃双鱼汉堡啦。那这个团队的核心价值就是 We are family， 对不对？彼此互相的服侍嘛。那在转折呢，在10章1节呢，出现了这个马可福音的转折。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了犹太的境界。他的意思就是，耶稣已经离开了这个舒适圈，然后他一路南行到约旦河的对岸，犹太的境界这个地方。这个时候，这些宗教领袖啊，对耶稣的敌意就日渐加深。大家知道，越来越严重了。反派登场，是谁登场了？法利赛人，他登场了。那他们问了一句话，来，请帮我来念一下：人休妻可以不可以？那这个经文当中啊，这句话很明显，大家不用猜了，他的目的就是要试探他。那所以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个不是神学辩论，也不是我们以为的家庭咨商，这是一个政治陷阱。假如你回答不可以的话，对不起，你会得罪了西律安提帕，你就得罪他。我们这边有几个人，就我们得罪他的话，我们教会就会少了几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大 boss 就是西律安提帕啊，他想了他兄弟的 boss 啊，对不对？抢了人家的老婆，而且是自己兄弟啊。那这个施洗约翰呢，他不过说了一句啊，你这样离婚再娶哦，是不合法哦。结果就被砍头了。说一句话都不行哦，就要被砍头，这样是不是很过分？那干脆我不要说好了，我不要说可不可以，我就回答可以休妻。我回答可以休妻，应该就没事了吧？这也不太好，因为我可能得罪上帝了。那这时候呢，这些百姓就说：“哎呦，你是先知哦，你不守律法呢。”这时候耶稣会掉粉，你知道吗？本来那些耶稣的粉丝会掉了，你本来有100万粉丝，这时候对不起，你掉了20万。所以这个问题很可怕，不管你怎么说，都是死路一条啦。这时候就很像我们台湾的那个蓝绿质询，有没有？如果上台的时候你是蓝的，有绿在质询你，你会不会好过？不会。那你是绿的上台，蓝的质询你，可能也很难受，反正要你难堪，怎么办？你面对政治和信仰的双重夹杀，你要选哪一个答案啊？当然别人把球丢给你，你倒不一定要接啦。所以耶稣就把球丢给法利赛人，他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这时候法利赛人听到这句话，你觉得他会不会很高兴？他当然觉得很好啊，因为律法我最熟，你还敢问我？摩西怎么说？他说：“许人写的休书就可以休妻啊。”那我们就回想到当时那个时代啊，有一些不同的派别，其中有2个派别他们的说法对于休妻这件事情一个是很严格，一个很宽松。那第一个叫撒麦学派，除非那个老婆真正犯奸淫，要不然不能休哦。所以他的唯一的标准就是有没有奸淫，就是只有这个标准，他很严格。另外一个就是只要你不再喜欢他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休。所以这个叫极度宽松。请问一下，你喜欢极度宽松还是喜欢极度严格？喜欢极度严格的举手。那你喜欢极度宽松的举手。曾哥，你居然喜欢极度宽松，真的不得了你喜欢极度宽松。好了，现在我们就来看了，你今天带着你心爱的老婆上街，你牵着她，结果你旁边发现一个穿绿衣的女子，身材曼妙，长头发，就是你梦中情人的样子。她就是比我老婆漂亮可不可以休？对，以曾哥的标准，她就是极度宽松啊，她就是可以休啊，对不对下一个，你老婆今天做了暗黑料理，像我这样子，我今天就把那个晚餐煮焦了，可不可以休？对，她不得你的喜悦，就把它休了啦，这样子。你们觉得晚餐煮焦很夸张吗？可是我们现代人的标准，我老实说也没有高到哪里去啦，没感觉了，我不爱你了，没感觉了，个性不合啦。我就说，你们结婚之前就知道个性不合，难道现在才知道吗？你这时候提出来是什么意思啊？遇到更好的，
就像旁边看到那个绿衣服的女子，如果把你的另一半当成消费品的话，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当做主交的晚餐来处理了。那有一个姐妹就说，我能不能离婚啊？日子过不下去了，过不下去了。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啊，我这个老公啊，他反复的重播新闻，我听到要发疯了。他每天都坐到沙发上面，一直听新闻，一直听新闻啊。然后他退休了之后嘛，就没有事情，整天就这样看了就烦，真的不想要他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姐妹就问，我可不可以离婚呢？她就问牧师啊，牧师就问她说，你老公有外遇吗？没有。啊，你老公家暴吗？也没有。啊，你为什么要离婚？到底为什么？因为他太臭了，太臭了。哇，我跟你讲哦，他夏天的时候那个汗味很重啊，身上又有油垢味啊。我跟你讲，我睡在他旁边就跟睡到厨余桶旁边是一样的。然后那个枕头很油，这已经不是换枕头套的问题哦，他那个油已经渗到枕头里面了。所以啊，枕头就是消耗品，在我们家太夸张了，我都给他买最便宜的哦，因为太臭了。而且每次他走过去，我们家的空气清净机红灯会亮呢，会亮呢，你知道吗？危险等级耶！我是冒着生命危险跟他在一起的呢。我真的受不了了，求你答应我，让我去寻找我的香喷喷第二春。那大家都在讲那个姐妹，好像姐妹现在女权意识抬头啦，我们来讲讲弟兄吧。那就有一位妻子啊，她结婚好多年，她拼命的想要生孩子哦，但是呢，她就生女儿没有生出儿子。这时候她的先生啊，就把她赶走了，强迫她离婚，原因就是你没生出儿子就被离婚了。我就问啊 ，Hello， 我们现在是哪个朝代啊？我们是演《后宫甄嬛传》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啊？我是工具人吗？没有用就被你丢掉？那弟兄可能不服气，他说明明你刚才给我看到那个摩西不是也让人休妻吗？到底错在哪里呢？好吧，既然你要看摩西，我们就来看看摩西分手条例篇。好，请来帮我念一下摩西分手条例。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古代和现代的分手不太一样，你知道吗？现代如果你分手的话，分手包含你是离婚啦，或者是分居啦，或者你就是感情上的分手，你第一个会去做的事，我自己有观察过，第一个先去改 FB 的动态，改成单身，本来交往就改成单身，这个好重要，因为你昭告天下了。再来呢，分财产、打官司，有没有？是不是？那古代呢就不太一样了，婚姻跟命有关系，所以呢，一离婚的话，有的时候或分手就会没命啊。现代当然也有可能会有那种没命的啦，但是古代更严重。那古代的男人是有绝对的权利哦，而且有些男人他真的很渣啊，他今天说我不爱你了，你给我滚，立刻给我消失。在那个年代，女人有没有拿到休书很重要。休书在古代叫做和离书，如果你看古装的话，他们就叫和离书。那这个休书或者和离书到底有什么重要呢？它就是古代那些女人被休的女人的保命符，然后它是无敌星星。你如果拿到休书的话，你就自由了，男婚女嫁就各不相干呐。那魔鬼藏在细节里面，因为他渣嘛，他是渣男，他一定非常渣。所以他把老婆赶走，可能寄予一些什么好处啦，但是呢，不给他休书。这时候他就看到一个隐形的链子把他绑住了，这个叫做最可怕的陷阱。你被赶走了，但是你还是属于我的。所以什么意思？我今天不要你了，我也要确保没有人可以爱你，没有人可以要你，没有人可以得到你身上的一切。那这部片叫《国色芳华》，有没有人有看过？在 Netflix 去年第1名的这很好看。它讲的就是古代休妻的故事。这一对夫妻，大家看到左边这2位，他们是夫妻，可是呢，她的老公是一个渣男老公，很觊觎她的财产，
而且差点就要把他给搞死，他们家要把他弄死，就可以得到一切。那这个人呢，他是想这个女主角，她想要拿到休书要离开啊，因为她想活下去，但是先生一直没给她，最后逃跑了。后来呢，他就遇到了这位右边右一这位，他遇到他非常喜欢他，可不可以跟他结婚？不可以嘛，他没有办法再嫁，因为在古代你没有休书的情况，有新恋情等同于通奸。那个时代通奸会怎么样？对，石头打死啊，所以这个很严重。那另外一个呢，他们会有一个社会性的死亡。什么叫社会性的死亡？就是娘家也不敢收你，你又没有真正拿到休书，所以你还是属于夫家的人。可夫家把你赶走啦，你就回不去。那请问这一个人，他是社会性死亡，他最后会怎么样？有可能会自杀，对，没错。要不然当乞丐，要不然就当妓女。所以一定是不好的，这非常可怜。这时候，伟大的摩西出现了。他不只是颁布10诫的先知哦，他还是对付渣男的。他叫那些渣男，你真的一定要分手的话，你就要把分手法律化了，要签名啊，要写下来，要盖章啊，给人家一张纸，让人家可以活下去。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保护弱者而设立，才会有休书这件事情。所以休妻不是给男人设立的享乐机制，我今天想要换谁就换谁，而是防止女人彻底一无所有。请念第5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好，我来讲心硬这个东西哦。我们有时候会提到离婚，或者是我们今天去伤害配偶，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再感受到对方的那个痛了。我硬了，我心硬了那就像刚才我讲到说，那个男士他坚持要离婚，他的心是硬的，因为他只看到没有儿子，可是看不到老婆的眼泪，老婆不断的去做试管婴儿，可是都生不出儿子，那种难过。那基督徒配偶也会不会对配偶心硬？你们觉得会吗？你觉得会的举手。会是你对别人心硬，还是别人对你心硬啊？都有，是不是？彼此啊，大家都很心硬啊。那这边有一对夫妻他们是很好的虔诚夫妻。那我讲一下，这先生又高又帅啊，太太呢就比较普通一点了。先生真的相对是很亮眼的。那结婚几年之后，有天气氛很好啊，太太就说：“老公，我有句话想问你你当初为什么会喜欢我啊？为什么会选我做你的妻子啊？”这时候他期望的就是先回答：“因为你很温柔啊，因为你很爱主啊，因为你会顾家呀。”他期待就这种答案。这时候先生就推一推眼镜说：“只有一个原因。”太太就很紧张啊，究竟什么原因啊？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因为你很丑。因为你很丑。哎呀，这原因很可怕好，那先生就解释我就需要一个长得很丑的妻子，这样每天看着你才能帮助我操练灵。他的意思就是每天看到很丑的老婆可以操练灵性，譬如凡事忍耐。哇，真的是太过分了。这时候老婆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心碎了，开始哭了，对不对？以后要怎么过下去？这先生很过分信耶稣是修行吗？你今天就只看到你自己的修行，可是看不到老婆的破碎。这个我说叫做心硬啦。当我们不再把对方当成队友了，我们的心就已经硬化了。因为你的配偶不是你的物品，他是你的队友，你要好好珍惜的，你们一起去努力创造美好的未来的，你不能把它当物品那我们今天要回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找回柔软的心。因为我们很多人就已经心硬化了，对不对？然后请念：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里的配合不是那个浪漫的灵魂伴侣这里是物理上的一体，所以有时候从头到尾都没有讲浪漫的这件事情。我最近在整理厨房我不知道你们的厨房是怎么样。我们家有挺多的保鲜盒的，然后这保鲜盒我大概有几十个保鲜盒，就是它们的盖子跟身体是分开的。这很奇怪，对不对？因为洗一洗，你为了让它干嘛，晒一晒就会不见这样子。
所以有一些只有盖子，有些只有盒子。然后我就觉得很困扰，那这怎么来的呢？我已经收集了30年的保鲜盒了，好，真的很可怕。在法国也买了一些保鲜盒，因为早期我们去法国工作的时候，我觉得那保鲜盒看起来很不错，也比台湾相对便宜，就忍不住买了一些，大大小小就已经买了好几十个。那我到日本去玩，日本保鲜盒也比台湾便宜，然后也很漂亮，我也买了。那去东南亚玩的时候，哎呀，更便宜了，而且还蛮可爱的。那这些保鲜盒就是品牌不同，设计不同啊，他们没有办法共用啊。这个时候我就陷入天人交战的状态了。请问你会狠心丢弃，还是痴痴等待另一半出现？你会选择 A 的举手，狠心丢弃它。圣伟牧师啊，一直想要叫我丢啊，这样子动机不太好啊。那请问一下，你会等待的举手？哇，还是有2位等待。那其他人就放在那边吗？还没有决定这个在配对的过程，我就发现一件事啊，就是你要找到另一半的几率微乎其微，比中乐透还要低。真的，我太多了嘛。因为形状啊、卡榫啊、胶条啊，只要错了1公里就是陌生人。我们家连便当盒都不太好配，便当盒这个形状那个形状，然后长得都很像，有时候都配不起来。然后在这个痛苦的配对过程中，我终于明白一件事了，我被光照了。这件事叫做，来，大家一起来念：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你真的不要分开无论怎么样，就不要把它分开一旦分开，太难重圆了。你要珍惜你身边那个还能够完美盖上的保鲜盖如果你现在还在婚姻当中，请你一定要珍惜说谢谢你当我的盒子，好不好？离婚是截肢，那个是活生生把身体撕开的痛。那圣经说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但是大家就说讲员这太难了，要怎么做到？那我今天就要提出在冲突中存活的法则给一体关系的保命指南。首先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只要2个人相处一定会有冲突。你自己跟自己也有时候也会冲突啊，你很爱买东西，你都自己怪自己了，那你跟另外一个人相处不会有冲突吗？那当然一定会有。所以第一个，容许冲突，但绝不轻言离婚那个婚姻像国际趋势一样，我们都在努力维持一种恐怖平衡美伊战争对不对？石油供需不平衡呢，我们担心油价要调整，所以那个平衡很重要。那你家里可能有一个东西叫做核弹按钮，那个东西叫离婚但是有些人会把它锁在保险箱里面，最好放在银行那边，你不能拿得到。另外有一些人呢，就把它放在餐桌上了，放在厨房那个地方或者是放在椅子上面随便乱放在床上面，随手可得。我们来看看怎么样。你平常每天吵架，动不动就说离婚，有没有这种人？有遇过的举手。你到底是谁？邻居是不是？对啊，动不动就说离婚，你又不洗碗，离婚啦！你又没有倒垃圾，离婚！你今天又给我晚回家了，离婚！你没有洗澡，一句话，离婚！你买这种颜色的窗帘，这日子没办法过了，离婚！我就想这窗帘到底多丑，你要动到民法亲属篇来解决需要民法亲属篇才能解决窗帘的问题吗？一定要离婚吗？当你第一次说离婚的时候，你觉得对方有什么感觉？他会跪下来，他说对不起，我错了，拜托请不要离开我。这时候你觉得你赢了，太棒了，这一招真的好好用不断的练习到第10次，对手已经产生了抗性了，他有抗体了。这时候说又来了，好了，先吃饭吧，晚点再说吧。他已经有抗体了。第50次你又说要离婚，这时候他也不太相信你会离婚的，因为你已经讲了50次了。他这时候说，那财产要怎么分你想好了吗？狗归我小孩归你以后我就不用接小孩了，接小孩也麻烦，你自己负担学费。还有我最喜欢看 Netflix 账号我要用，我先告诉你，我不会让你用你自己要去租所以这个人很淡定了。这个武器已经退化了，本来以为是核弹，
然后这时候你以为你还有这个手榴弹，结果只是水鸳鸯而已，对方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搞什么离婚？你讲这个没人会理，这就是一个狼来了的效应。第一次暴击，第10次抗性，第50次无效，越讲越多次，它就越不值钱，是不是这样？可是最可怕的后果是弄假成真，也就是说，不是对方麻木哦，而是对方当真了，会不会这样？真的可能欸。这时候他就说：“好吧，你一直讲离婚，第51次我就成全你。”这时候你的内心戏就崩坏了，你就慌了。不是呢，不是呢，剧本就不是这样写的呢。你不是应该跪下来求我吗？你怎么答应了？是不是？好，送你4个字，这个叫做覆水难收啊。有一些话你一旦说出口就难了，你吞不回去了，你没有办法撤回。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切记哦，不要用那个威胁离婚来试探对方到底爱不爱你哦。你要好好沟通啦。那如果不知道怎么沟通的话，大家欢迎来上课。第二个，操练低头，缝合伤口的舍己这一门，我觉得最难就是能够 say sorry， 说抱歉。你知道很多人吵架究竟在吵什么吗？不是吵对错，是吵面子。我们会觉得明明是他的错啊，我为什么要先道歉呢？等他道歉啊。那我有个朋友啊，他叫做冷战界的奥运选手，他多厉害，他跟老婆口角可以冷战3个月，有时候半年。你有遇过这么久的吗？你冷战可以多久呢？他3个月到半年。在冷战的期间，他家里就跟冰库一样，每天下班回家是没有饭吃的，因为老婆不煮饭，然后家里是没有温度的。最后呢，他也不想看到老婆啊，他就去吃便利商店，一下班直接去便利商店报到，早餐、中餐、晚餐都在便利商店解决。那便利商店不是有那种叮咚，对不对？他一听到那个叮咚声的时候，他就很想吐。哇，这个是太恶心了，就在这里待了3个月到半年。其实我跟他说，你只要说一句对不起，我错了，你的噩梦可以结束了，马上就有香喷喷的便当，你怎么不做呢？我就问他，你们到底在吵什么啊？你觉得他知道他在吵什么吗？我也忘记了，忘记在吵什么了。那你到底为什么要冷战？忘记了。这边这句话很重要，先道歉的人不是输家，请一起来念。他是比较聪明的人。对，先道歉的人不是输家，他是比较聪明的人哦。婚姻不是辩论比赛，婚姻其实是开车哦。你就想象一下哦，你跟你另一半现在开始要去度假哦。我们在台北这边这么冷，对不对？好，我们就想要比较舒服的地方啊。像我最想去就是一直往南开，开到垦丁、国境之南，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很棒？想象一下。我们现在逃离这个阴雨天，我就往南开到国境之南。可是呢，路上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吵架了。这时候，你的另一半好生气哦，把方向盘一转，往北开，开到基隆的最北端，在距离10公尺就要掉到海里面了，外面还下着大雨。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你有2个选择：第一个，大吵一架；第二个，先道歉。大吵一架会有什么后果呢？你骂他，你这个路痴啊，你怎么不看地图？结果你们车子就冲下悬崖了，因为只有10公尺嘛，一生气他直接踩油门了嘛，你们2个 game over 到天堂度假。那第二个呢，你可以试着道歉啊，你深呼吸说一句，哎呀，好啦，老公，刚才是我语气不好啦，请你原谅我好吗？要不然我们先到基隆庙口吃一个顶边错好吗？等一下心情好一点，我们再往南边开，我们就可以逃离这个大雨了，你说好不好？刚才都是我的错，所以你老公会为你回转到垦丁度假，会不会？会。好，所以道歉不是认输哦，道歉叫做重新导航。先低头的那个人不是弱者，请来念，他是这台车上唯一清醒的驾驶。为了目的地，我们可以随时准备回转，这个才是重要。为什么叫做要道歉？
第三个，刻意感谢。我们今天会感谢外送员呢，我不知道你会感谢外送员吗？有些人还会感谢 Siri。那但是呢，有人说不需要感谢 AI， 也不需要感谢 Siri， 因为这样是浪费电。那我们却把配偶当成空气，是不是？你当成空气了，你会对空气说谢谢吗？不会吧？可是你憋气憋3分钟看看，你就知道空气多重要了。所以你的配偶如果是空气，它很重要哦。配偶也不是外人，他是你的器官，你也不需要你的器官表现得多好，像个圣人，你才会感谢他吧。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刻意要练习哦，把感谢说出口。如果你的配偶在旁边哦，你要练习一下哦，谢谢你哦，你又分担了接送的辛劳了，是不是？他如果有接送你去上班，你不会骑车，你不会开车，他很辛苦那谢谢你，帮我生下小孩，很辛苦哦。谢谢你帮忙倒垃圾，谢谢你处理厨余，谢谢你洗碗，谢谢你每天煮饭给我们吃，谢谢你辛苦工作养活全家，这么热，夏天身上油腻腻的你都忍受。说这句话没有成本啊，但是它是补充营养，它不是恶心，它是维持你连结的营养剂哦。然后我讲一下我们家的铸铁锅的故事好了。我买了一个铸铁锅，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铸铁锅的举手。你知道铸铁锅最怕怎么样？生锈，对不对？曾哥你都没有在用铸铁锅啊？你有但是没有用，是不是？没用那你都可以送给我好了。这个铸铁锅怕生锈。有一天半夜12点我洗完澡，我香喷喷的，我打算要去睡觉，我穿睡衣了。这时候盛伟哥出现了，他说：“老婆，你一个铸铁锅没有洗哦。”这时候我的睡意全醒，浪漫归零了。我脑中就只有一把火。现在几点了？你是故意的吗？我早都洗了啊！你既然是看到，你怎么不顺手帮我洗一下，刷2下就可以啊？铸铁锅很简单，我都已经买了中刷了。你是卫生股长吗？你知不知道我小时候最讨厌卫生股长了，一天到晚被检查，你现在还检查我，而且特意检查铸铁锅，你到底什么意思？以前我就会生气，可以讲10分钟、20分钟、半小时，大吵一架之后呢就失眠。那我先生也会很生气，他也会失眠。但现在呢，因为我已经教了情绪管理，教2-3年了，我这时候想，我要放他一条活路，也是救我自己，因为我不想失眠，我想好好睡觉，所以我就压下怒火。让我想到了耶稣说要爱自己的丈夫哦，所以我就说：“老公，我懂了，你不是故意找我麻烦呢，我真的明白，你是关心我，对不对？盛伟，你关心我，对不对？”对。太好了，是不是？我没洗，锅子会生锈，生锈之后我就难过了啊！铸铁锅这么贵，然后我就没有办法煮晚餐给你吃了，我们家庭会变成没有温暖呢。这就是蝴蝶效应般的爱的逻辑啦，是不是？所以你不是唠叨，你是太关心我，才不得不告诉我这个残酷的事实。你是真的爱我，你对我实在太好了。这时候我心里想，他会说好啦，那我去洗啦。你觉得他会去洗吗？这时候他跟我说你说的对，他很欣慰的点头，然后就去睡觉了。睡着了还流口水，我就自己默默的爬起来去洗锅子了。那我说那么多要干嘛啦？是不是？我就会想，但我还是把锅子洗掉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当你觉得你的另一半在找麻烦的时候，你要相信他的出发点其实是为了你好。他懒得动手帮你洗东西，他懒得动手倒垃圾，你要赞美他有一双发现问题的眼睛。我们改变我们的想法转念不是为了要改变我们的另一半啊，不是为了要叫他去帮你洗碗啊、洗锅子啊，是为了放过自己哦。离婚是截肢，那是活生生把我们身体撕开的痛。圣经也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可是有些人会说，我真的不行了呢，这个婚姻让我快要没命了。有没有这种婚姻？也有，对不对？难道我要一辈子活在恐惧当中吗？
圣经有没有那种逃生门，让我这种人可以逃出去呢？还有是啊，教会界普遍统一的离婚理由，第一点，配偶有外遇了，那个被欺骗那一方他是可以离婚的，在教会界是接受的。第二个，你的配偶还没有信耶稣，可是呢他会不想要再跟你在一起，他主动要求离婚，那这个也是可以的。第三个，被家暴，被打，然后被暴力对待。我要特别讲第三点，暴力受害者，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配偶家暴的话，我不是应该要不离不弃吗？我等他改变吗？好，我先问一个问题如果你的配偶对你家暴的话，揍你打你好各样的东西，反正就是家暴，你会继续不离不弃的举手。哇，谢谢你圣文牧师说不离不弃，那我可以再暴力一点。那你会逃跑的举手，你配偶对你家暴会逃跑的。好，2个是，那其他的人你们都没有遇到，你们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家暴也是可以离婚的一个理由？因为本来家是避风港的，但是变成了刑场，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上帝是看重婚姻的盟约，但是更看重性命，所以我这里的建议是，配偶如果家暴的话，大家赶快逃命吧，想办法离开。有些人会说，我现在的对象不好他就是问题很多啦，那他让我不幸福，那我是不是只要换一个对象就可以了？大家觉得是这样吗？就现在这个不好，换一个对象就可以了。有一个人他的情况就这样，他离婚之后他很快就再找到一个对象了，那不久呢他又离婚了。这时候我就问他说，你在刷结婚次数你在解锁你的成就吗？为什么要这样？那这个人就回答，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我就一直陷在这个死胡同里面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有个错觉，我们把婚姻当成了手机了，手机坏掉了怎么样？宕机了，可能换一个或者是有问题了，我就换一个对象。我要不然我就升级到旗舰机，一天到晚宕机一定是不好那婚姻里面我们会自己跟自己说，就是那个啦，他改了啦，我们就好了啦。就是他爱买衣服啦，他不要买，我换一个不买衣服就可以啦。就是他很啰嗦啦，他不要再讲就可以了。他不要这么固执，我们家就完美了。他多赚一点钱，我就快乐了。我们有各样的这种说法，都是别人，但是真相很打脸。那个真正需要进场维修的，其实不是对方，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可能有死不认错的骄傲，反正我从来也不道歉，都是别人的错。我就是那个太阳，所以呢就要绕着我转，你们地球都要绕着我转，配偶要绕着我转，所以我自我中心。又或者我根本就不会饶恕别人，那个是少得可怜的饶恕能力。所以是谁要进场维修？是自己先看看自己的问题。我们生命深处有一些要除错的大工程，其实单单的靠自己很多时候是搞不定的。弟兄姐妹，你今天走到哪一个阶段呢？也许你有在一段的婚姻当中，你是撑不下去了，快要撑不下去了，你觉得每天我都在窒息了。又或许你已经离婚了，然后你觉得我当初太草率离婚了，我现在有一个很沉重的愧疚感，我觉得对不起孩子，然后我对不起我先生，你觉得你自己搞砸了。又或者是说还没结婚可是我们听到今天这个道，看到别人的故事，我吓着不敢踏出一步，就像耶稣的门徒说，那还不如不要结婚还好，单身吧。今天不管你在哪里耶稣要递给你一支麦克风，他轻轻地问，你的婚姻，你的恐惧，我都知道，你愿不愿意让我进去帮你们一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我要来做一个结论，离婚从来不是夫妻不和的终点，它也不是解决这个夫妻问题的办法。我们要让神来改变我们的心，才是唯一真正的解方。